说佛陀是人不是神，那我们求佛到底求的是什么呢？寺庙的牌坊上常常出现的不假外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张雪松副教授给出的答案。首先，什么是不假外求？不假外求的用意是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寺庙的牌坊上有不假外求4个字，好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寺庙，他看到不假外求，便误以为是说这个庙里的佛或者神仙很灵，在这里求就可以了，不用到其他庙去求了。其实不假外求并不是这个意思，不假外求是说不用求外在的偶像，不用拜外在的神佛，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要你自己觉悟了，就可以拯救自己，就可以成佛。这是中国佛教特别强调的，每一个人的自性都是清净觉悟的，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自性清净。在这个意义上，佛教自始至终都是教人以性善，因心性本寂，故不另外造作，不另外求索。因为一旦造作求索，便是思善思恶，就变成善恶混同的了。而说起中国佛教的人生观，特别是禅宗，始终是教人要复归到人的本性上来，使本心达本性，回到清净的本来面目。这是对人类、对人性的最充分、最热情、最完美的一种肯定。禅宗的这种心性论哲学，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高扬，这在各大宗教哲学当中是非常有特色的，也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和挖掘的一个思想资源宝库。心性论在整个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这跟我们比较熟悉的西方哲学，特别是古代的西方哲学，以本体论为核心，构建自己的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西方哲学最爱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开玩笑老说的保安最爱问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如果这些问题问一个老和尚的话，或者问一个佛教哲学的研究者的话，他可能会突然拍下桌子说当下，这就把这些问题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斩断，用禅宗的话说就是截断众流。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佛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解脱主义的宗教，认为我们人生是苦的，我们最重要是离苦得乐。讨论太多的宇宙论问题、本体论问题，研究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世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佛教的核心用人生观或者心性论来概括的话，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进行判断，佛教对人生意义、价值判断的结果就是一切皆苦。第二个方面就说要指出人生应该追求哪些理想境界，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达到有价值的理想的生活的这种道路或方法。对此，佛教提出了一整套离苦得乐的修行修正方法。而反观印度佛教的人生观，早期佛教的这套人生观或者说心性哲学，在印度曾经一度被组织为四圣谛学说。四圣谛其实主要是借鉴了印度医学里病即灭道的这种说法，你为什么得病，你得病的原因是什么，这叫疾。你治病的方法就是灭，即灭病。治病的方法是什么？你把病治了以后达到健康的状态是什么？这叫道。印度佛教徒将印度医学的这套组织框架借鉴过来，组织佛学理论框架体系，病即灭道就变成苦即灭道，把病变成苦。人生是苦，这就是苦地。苦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极地。灭苦的方法是什么？是灭地。最后灭了苦以后达到什么样的理想状态？就是涅槃寂静，就成佛了，或者达到最高的人生理想境界了，这就是道地。地就是真谛、真理、真相的意思。整个佛学体系就是苦集灭道这4谛。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人生都是苦的呢？我们人生可能有很多高兴的事情，为什么佛教判定一切皆苦呢？
佛教对于一切皆苦有很多论证，小编这里简单谈一下。佛教对于苦的分类有2苦、3苦、4苦、5苦、8苦等等。2苦指的是内苦和外苦。内苦是指人在生理和心理的各种疾病、病痛。内苦不仅包括身心病理上的苦，也包括思想意志方面的矛盾、各种烦恼，那些心理活动产生的苦。外苦就是跟外界实际的接触，外界的各种天灾人祸、各种灾难。另外还有3苦，3苦中的第一个就是真的是比较苦的事情，比如你受饿挨冻，这些产生的苦是真的苦，是苦苦。另外一个苦是坏苦，在坏苦当中的乐也是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乐会变坏，你富贵了也可能变回贫穷，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这些都是坏苦。还有行苦，指的是流转意、流转变迁。众生会因为世事无常，会引起很多苦恼。最常见的一种分法就是8苦，就是生、老、病、死。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第5苦就是爱别离，跟相爱的人或者亲朋好友不能够聚在一起。第6苦怨憎会，就是你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天天在你身边恶心你，这个就是怨憎会。会是相会聚会的意思。最后具有总结性质的是第7苦，求不得苦。你有很多愿望不能得到满足，而所求不得，最终落到的是第8苦上。第8苦是五取运。五取运强调人对构成人的5种元素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产生了一个我的观念，把我这个观念强加到5种元素上，然后一切都要满足我的欲望。用老子的话说，人之大患在有无身。有了我的这种观念，你就会开始患得患失，产生各种欲望，所以就所求不得，产生一切苦。对于苦的认识不同，怎样灭苦，方法也有差异。大小乘佛教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小乘佛教认为，人生的痛苦来源于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我们怎么样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欲望呢？通过禅定修行等进行身体的控制，去掉我身上对于外界的各种贪欲、爱欲，把身体控制好了，人生就可以离苦得乐了。小乘佛教认为，去除爱欲的方法是身体的控制，是不究竟的，产生痛苦、产生各种烦恼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我的观念，而这个我的观念是由错误的认识产生的，是由人的无明而产生的。明就是聪明的明，明白的明。你对真理不明白，对真理没有正确的认识，这就是无明。小乘佛教的禅定修行，身体上的控制爱欲是不究竟的，最根本的是在思想上解决这些问题，用般若智慧来去除无明，去除错误的认识。大乘佛教强调的是什么呢？大乘佛教强调的是怎么样最终从根本上离苦得乐，特别强调用般若智慧来获得解脱。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论，一直强调智慧不是外来的，获取真理的能力不假外求，我们本身就拥有。禅宗把成佛定位为众生内在主体世界的开发，并进而达到最高的人生理想境界，不是外在去求一个偶像，去求一个叫解脱的东西。只要排除了任何与自己人性相分离的一己力量的作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自己的主体世界，就可以达到最高理想的人生状态，即解脱成佛。正如一乘法师所开示的那样，智者一切求自己，愚者一切求别人。任何事情不靠自己去做，就没有做成的可能。生活只能由自己掌控和承担，即便是佛，也无法代替世人去做任何事。佛可能会告诉你离苦得乐、解脱烦恼的方法，但也仍然需要你自己努力去实践这些方法，才能真正达到目标。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办得成事情，相信自己身上有无限的可能。我们用内心的力量把自己撑起来了，就不会事事祈求他人和命运。万事靠自己，也就不会在失去外力的时候束手无策，一败涂地。
佛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发现心中的宝藏。一旦你发现了自己的强大，发现了自我的潜能，那么无论应对什么样的事都不成问题，这才是拜佛的真正用处所在。佛陀言：我如良医，因病于药，如若不服，就不在医。我如善导，导人善路，如若不行，过不在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